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8.65，收盘价是197.0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8.90，最低价是在196.66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2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9391.65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5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下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，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，并且这个空头的趋势有增强的一个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，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这说明股价是有继续下跌的愿望的，也就是它是一个下跌的重要信号。那还有一个现象，我们会看到连续2个交易日的下跌都出现了抱有大的成交量。虽然在10月7日呈现的是一个微小的量缩，但是近2个交易日的成交量都是之前交易量的1.2倍以上。那股价在急剧下跌，然后出现抱有大的成交量呢，那这样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使股价出现止跌反弹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17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那收盘价会收在209附近。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197.08，那在当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，并且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。那我们刚刚也说了，这是一个继续下行的信号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股价后续的下行。那对于股价说连续出现2日出现实体长红 K 线，那后续必有新低，或者说是我们要警惕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长红实体 K 线，也就是会出现连3红的现象。那如果出现连3红呢，那下方是必有新低的。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再继续下行，我们说对于11月8日来说，那它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82。182我们来回顾一下，182这个水平线是我们定义的这个2号趋势线底高的这么一个上行趋势，2号趋势线的第一个底，也就是在2021年5月19日的这个最低，是这个水平线182，对，这是股价继续下行的一个目标。那在这之前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缺口的，是在188.7到190.35，在这个地方。
那这个缺口呢，它也是股价下行的目标，同时它也是股价在到达182之前的一个支撑位。那我们依次来看，说如果后续182这个水平线被跌破呢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或者下方的目标将是回补这个缺口，也就是在2020年11月17日出现的这个缺口是137到144之间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依次的目标就是这个小的缺口190附近，然后是182，接下来是下方的137到144的这个缺口，这是它下方的下行的3个目标。但是我们说对于目前的 K 线日 K 线图来说，对于11月7日的新低，也就是196.66，从这个点位向下，每一个点位我们说都将是支撑，对，或者说是都将是强支撑。那么目前来看，我们要看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我们要看看在哪个位置会生成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好，那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那我们先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把182不动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196.66，对，好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止跌反弹。股价在11月8日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那它向上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下跌红 K 实体的50%的成本线，是在203附近。对，那如果再完成能够站上203呢，上方将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是它的第2个目标。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是在206到209之间。那么209也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所以呢，我们在209这个地方加一条水平线。好，对，那么209这个水平线，如果说股价能够站上它，或者说是股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那再向上的目标就是再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23。那我们说，我们先清除一下这些水平线，把这个水平线删除，然后这个矩形也删除。好的，那我们说从209一直到223，这也是一个实体长红 K 线。那我们说在这区间会有会有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成为一个压力。对，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后续反弹的目标就是209和223。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当然再向上还有11月1日的最高是237哈。好，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。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吧，我们在203这个地方再加一条水平线。我们变成红色线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总结一下，对于现在股价，我们要看下方，要看196.66，一直到再下方的这个水平线
182，我们要看股价在这个区域内是否会生成止跌的信号 K 线，这是下方。那上方我们要关注，如果出现反弹，是否能够站上203或209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8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06到209。对，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说203也是一个压力位。我们再重新定义一下，第一个压力位我们定在203，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209到206这个5日均线值，包括前高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对，我们测算是在216到218之间。那其中20日均线值是在217附近。好，这是第三个压力位。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96.60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定义一个支撑区间，是这个小的缺口，是在188到190之间。这是第二个支撑，第三个支撑就是182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11月8日走势的预测。那第一个预测的可能呢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止跌横盘的 K 线。那如果出现止跌横盘，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或者说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00，最低会下探到19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6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的止跌横盘，它的条件啊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200的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在反弹这个可能当中呢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那第一个反弹，它将会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呢，或者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194，最高会到达208，收盘会收在207附近。这是第一个反弹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反弹呢，我们认为它可能会是一个大幅的反弹，那它将会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00，最高会到达21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0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大幅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0的。那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大幅的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1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